在同个次元相遇不是偶然。我是许真胜医师，欢迎来到 CCTV 穿梭多重次元的精神科医师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自己的不良执念清除师。这一集主要是根据一部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成长奇幻原创的一个戏剧，叫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。在讲一个青少年经历了某一个意外事件之后，突然具有超能力，他开始可以感知到一些奇幻的现象。每个奇幻的现象的背后都代表了当事人所谓的不良执念。在这部片里面讲的好像是一个奇幻，讲的是一个神怪的故事，从一个青少年的角度，当他可以看到大人世界的这些执念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看到人性？好，在这一部不良执念清除师当中，它有几个我觉得跟赛斯心法很相关联的一个信念。好，比如说万物皆有灵。好，那这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由联想。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孙悟空是怎么来的？佛祖踢到一颗石头，留下一滴血，这滴血渗入了这一颗石头当中，吸收日月精华，最后演变成所谓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以赛斯心法来讲，好，不只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有所谓的生物、非生物，所谓的有机体或所谓的无生命的部分，是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意念也是一个生命呢？我记得在赛斯书灵界的讯息当中曾经提到所谓的思想形。好，形状的形，意思是说每一个思想都是有生命的，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能量，甚至我们所有的梦境，所有的梦境当中我们曾经梦过的每一个人物，每一个情节也都是灵性的一部分，它都代表了我们内心的变化。当然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人事物，可是在具体人事物的底下的能量的层面，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彼此的思想，看得到每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情感的能量的光圈，会不会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所有起心动念的情绪感受以及颜色的变化。许是举个例子，心理学的发展理论当中，学龄前的小朋友，甚至在更小的小朋友，常常会有所谓的看不见的朋友。大人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小朋友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？如果你要用猜测的话，你甚至会猜测是不是旁边有一个天使在逗着他，或是像赛斯心法里面讲的超灵。这会不会在我们的肉眼所感知的世界之外，有一个更丰富的思想的世界、心灵的世界？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些执念本身都是有生命、有能量的，仿佛《西游记》里面佛祖的一滴血可以演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各位，你现在还会觉得你是单独一个独立的个体吗？什么叫不良执念呢？执是执着的执，意思是说人在这一辈子当中有多少未尽心念。好，未尽，尽是什么？达到的意思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悲伤、遗憾、愤怒、自责或懊悔，虽然日子一天在过，可是留存在我们内在的那些执念，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？如果徐师以一个心理治疗师跟精神科医师的角度来讲，我就要问各位，请问终其一生当中，我们有多少的执念是没有去清除、没有去面对，甚至没有去
化解。那我们那些从小到大的执念，它是不是代表了我们所有人内在没有化解的那些恩怨情仇？那也许也是所有这些执念，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睡不好、睡不着。宗教的修行当中有所谓的心魔，当你想要踏入下一个生命境界的时候，你可曾直面过你的心魔？那何谓心魔？也许就是你这一辈子从小到大你所有没有面对的自己，或是佛家提到，当我们想要脱离轮回转世的时候，所有的冤亲债主都会找上门来。那到底这些冤亲债主代表的是我们累生累世没有面对的自己，还是真的是外在的那些人事物？外魔易斩，心魔难过。所有这些执念，会不会就是我们世俗当中讲的鬼怪的来源？很多人的焦虑、忧郁、恐慌，甚至所谓的身心的疾病，其背后是不是都有一个没有化解的执念？而这一部青少年的台剧当中，他把所有这些执念把它具象化了。当提到万物皆有灵，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应该要更具象的来面对我们内心的世界？来，这里我想举一个个别心理治疗的一个案例。个案是一位帕金森氏症的患者，在徐医师跟他的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，某一个片刻痛哭出来了。那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会痛哭？他跟我说他不知道，可是他好像觉得内心一个隐藏着很久的秘密被揭开了。因为从很年轻开始，他就在潜意识里面告诉自己，就是他非常用力的让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。他说，如果他让自己感觉到恐惧，他怕自己会没有立足之地，怕自己会被冲垮了，怕自己被淹没了。所以在他有意识的头脑当中，他很清楚的把所有感受，尤其是恐惧的心情跟能量切断了。他告诉我，当没有这些情绪，他觉得他可以很好的完成一件事，他可以不用受到情绪恐惧的干扰，而且他认为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模式也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从他青少年之后，他就让自己不要有情感跟感受，这种让自己不要感觉到任何的恐惧的强烈的意念，已经变成他的执念了。在他的执念的背后，其实压抑了大量的恐惧能量。我就跟个案讲，你跟许医师一起想象一个画面，一条溪流，在上游筑起的水坝，下游的整条溪已经完全干涸了，上面累积了巨大的情绪情感能量，下面完全没有水了。所以你看你的巴金森，感觉到没有活力，手抖，感觉到举步维艰，没有元气，因为你把所有的情绪能量完全的阻隔了，没有这些情绪感受，做起事来多方便。到你现在50、60岁，而身体显现出巴金森的症状，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执念，让你今天罹患了这样的一个疾病？其实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昨天门诊有一个个案，她的男朋友上吊自杀，她自己也好想自杀。当她的执念觉得，我要是早一点发现阻止他就好了，我要是早5分钟进他的房间，他就不会死掉了。我要是把他手上的皮带抢过来，会不会他现在还活着？徐师告诉他，
在所有的心理治疗跟精神医学当中，自杀是很不容易预防的。好，徐氏有一个个案，就中午休息，趁着家人休息10-20分钟，到顶楼就上吊了。徐氏有一个个案，趁着他的奶奶去厨房倒杯水，窗户打开就直接跳下去了。一个决定要死的人，你是没有办法的。徐氏告诉他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是无能为力的，因为我不希望他的这个执念变成他一辈子的心中的恶魔。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有多多少少这样的执念、后悔跟自责，以至于让你觉得这是你的错。好，如果我们讲万物皆有灵，有这个鬼怪的世界，有这个灵体的世界，那么所谓的地狱、所谓的魔的世界，其实都是由我们种种的执念所幻化出来的。天堂、地狱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心里。邪魔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心里。它就是我们的执念。我也要来提醒各位，我们静下心来，好好的内观，好好的觉察，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执念没有去面对，没有去化解。也许我们那些没有处理的执念，就会变成不良执念清除师心中的或眼睛看到的妖魔鬼怪。当我们清除掉我们内在的这些执念，我们才能心安，才能自在啊！一部韩剧叫《德鲁纳酒店》。好，如果你在往生的时候很真实的自我面对了，那么也许你就会很顺利的过渡到另外一个次元。可是当你在往生之前，你还有很多的执念没有完成，也许你就会先到德鲁纳酒店，也许你会到所谓的佛法讲的中阴身的阶段一个中途之家的概念，直到你把你在这个世界所有的执念化解掉了，你才能够心无挂碍的投胎到下一世，或心无挂碍的来离开所谓的转世的系统。学士要讲，也许对大多数人的而言，心中最大的执念是，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一辈子好好的发挥你自己？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一辈子好好的珍惜你生命中的时光？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一辈子能够来完成你的自我价值完成？因为每个生命其实都是来物质实相展现你自己的，好好的爱自己，好好的发挥你的生命的潜能。身为我们所有的意念的创造者，如何去面对我们自己，面对我们所有一切的起心动念？我们得为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负起造物者的责任。